各位同学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门课程大数据运算导论与实作。我是课程老师苏玉生。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进入了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这个庞大又复杂的数据，因为超越了传统处理工具的能力，这是我们所谓的大数据。那这样的大数据的话，庞大而多样性而复杂的资料集，那难以用传统工具来做储存管理跟分析。那这样的资料的话呢，包含了结构化，就是关联式资料库表格，还有半结构化 Excel 跟 JSON， 还有非结构化资料的本文、图像跟语音等，这样的规模会持续的增长速度增加。那大数据的话呢，三率的特性的话呢，有数据的量巨大，这样的它就是有一个庞大的数量，有 TB 的等级，那可以有庞大的单位来计算。那数据的即时性，大数据涉及到它的生成处理的高速，那资料的处理，然后会有快速处理分析，来东西做出决策。那再来是数据的多样性的话呢，会有不同的资料类型格式的集合。那例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半结构化的数据、非结构化的数据，还有结构化的数据等等。那在大数据里面涵盖有不同类型和来源的资料范例，有监控资料，就像那个医学设备实时的收集病人的资料，来帮助医生了解病情。那再来是客户的调查资料，就像餐饮业的公司，它可以调查数据优化菜单的服务。然后再来是应用程式内的使用者行为，就像电商里面的话的购物浏览行为，还有社交媒体，它有一个品牌企业等等，来分享它的营运策略，还有感应资料，就像那个自动驾驶一样，来感应那个数据的路况。那在大数据常用的用途里面的话呢，利用大数据来预测分析，来做出企业做出一个明智的决策。然后零售公司的话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那再来是分析使用者在网络中的行为，了解他的偏好。就像电商的平台里面可以了解用户的话他的购买行为，然后来推荐个人商品。而 AI 模型的部分有大量的数据来进行的训练与优化。那像自动驾驶的车子一样，可以大量得到数据来提高安全性。还有企业的话，利用大数据开发以改进产品。那科技公司的话，会反映使用者他的反馈跟趋势，来开发出符合需求的产品。那大数据的话，帮助了企业来提升客户的最佳化。那大数据的话，会有以下的一些优势。在这个优势里面的话，有改良它的策略的优势。那大数据的话，分析提供了精准的洞察，来帮助企业和组织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就像零售公司一样，它分析了消费者行为的数据，预测销售趋势，还有优化库存，然后来分析这个数据，了解消费者的趋势，制定有效的销售策略，帮助企业做出准确的决策。那透过了实时数据的分析，企业的话可以迅速对市场的变化跟突发事件做出及时的调整。那大数据的话呢，在增强客户体验方面的优势，那借由分析客户的数据，那企业的话了解客户的需求跟偏好，来提供制定化的产品跟服务，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跟忠诚度。就像消费者的话，在电商平台里面购买的历史记录，然后来推荐符合的产品，来增加销售的机会。那大数据的话，也可以帮助企业收集到客户的一些反馈的资料，来改进产品。那大数据的话呢，可以提升作业的效率方式的优势。那大数据的话，分析工具它可以加快处理加深它的分析结果，来帮助识别节省成本跟时间的那个领域，然后呢提升整体的效率。公司的话可以透过这样一个销售数据来快速的去判别产品，来收集到这个数据的话，来让企业的话消除一些瓶颈的缓解，然后来提高生产数据。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数据的话来降低产品的故障，然后降低那个维护成本，延长设备的寿命。那大数据的话，在提升创造力的优势透过市场的数据、客户的需求那企业的话可以识别新的市场的机会，开发新的产品跟服务。那公司的话可以分析消费者的行为跟市场，然后来发现未满足的需求，开发新的产品。那这样的话有助于透过大数据的话来加快研发产品提高公司的创新跟竞争能力。大数据的话，在改善风险的管理方面的话，透过分析交易的数据跟行为模式，公司的话可以及时去检测这个诈欺的行为，然后透过这个识别跟监控，把潜在的威胁的话把它找出来例如金融机构透过分析客户的交易行为，如果有异常的话呢就会防止一些诈欺的行为发生在大数据的话在提升竞争的优势的方面那公司的话透过了这个数据的分析可以发掘潜在的商业商机那这个数据转换成竞争的优势。那例如公司的话可以透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数据来发现新市场的一个需求，然后推出新的产品，吸引更多的客户那分析竞争对手的市场的趋势的话，公司可以制定更有效的竞争策略来占据市场先机那大数据的话应用里面的话面临的一些挑战如下那接着我们会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挑战是它面临的部分的话就是资料的过载以及资料的问题。那大数据的话的数量跟复杂度导致它的过载，让人无法找到需要的相关资料那所以有原始的资料的话乱装无序，然后不能准确的影响决策跟分析准确度。如果资料不正确的话，不相关或未妥善的整理，会无法使用有意义的分析这样的错误的话会导致结果的偏差，影响企业的决策还有它的那个策略的制定。那大数据的话，在资料分析跟资料成长方面的话，面临的挑战，因为资料的量过多的时候，得出的结论的话是会越准确所以从这个海量的资料里面得出的结论的话是一种挑战。所以公司的话通常会用这个数据处理的话，用先进的分析技术来从大量的资料里面萃取有用的资料那例如在零售的公司里面的话，利用这样一个大量的销售数据的话，来预测消费的趋势。那这个数据的话呢，有庞大且复杂，可以分析它的难度大数据的话，在截取与成本方面的挑战那这个截取的成本的话非常高，尤其是资料储存在云端时，那云端的储存物件的话，维护成本是低的，但是几乎不受限制。但是呢，内容提供者的话，他会针对截取的资料存储收取的一些费用例如公司它利用大量云端数据进行分析，那可能会面临到那个资料截取的费用导致营运成本增加。那大数据的话，在隐私管控以及安全性面临的挑战。大数据的话，集合了可能一些监控的架构，然后视为个人资料的资讯，而这些导致了处理和储存面临的许多监控要求的一些罚款的风险。那公司的话呢会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定有关人民的数据必须遵守那个保护的规则否则的话会面临一样高额的罚款那大数据在资料整合方面的面临的挑战的话，多数的公司的话会将资料分散在各个系统应用程式上面，那使得整合不同的资料来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公司的话可能会在不同的部门地点使用的数据管理，这个数据的话格式或跟结构会不一样，要增加了整合的难度尽管这个整合难度会蛮复杂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一个让数据的话产生一个价值的重要的步骤，只要通过这个有效的整合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整个全面盈利的状况的话，可以透过数据的分析做出明确的决定。
那大数据的话呢，在学习领域中呢，我们设立了几个目标。第一个就是理解大数据资料的基本原理、应用及方法。那首先我们需要掌握大数据的基本的概念，那运算，以了解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场景的方法。那这个基础知识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大数据的价值。那接着我们可以掌握常用的大数据的运算工具，是我们第二个目标。然后这些工具的话有那个 Hadoop、Spark 跟 NoSQL 的资料库，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处理与分析大数据。那大数据的话，学习如何在云端运算平台来处理分析的数据。那亚马逊Google 的运算平台的话，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那也可以处理大数据的话，一个理想的选择。那了解了大数据的运算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然后呢进行创新思考，发掘新的应用场景，然后呢我们可以应用在各个领域的方面来培养那个新的人才来推动大数据的话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以上的话呢是我们对大数据运算导论与实作的一个介绍，谢谢。